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一段话：我要让那些叫我怪物的人来定义我吗？我要让那些说放火烧死他的人来定义我吗？不，这段话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有力量，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Lizzie Velasqueza， 她用自己的人生对全世界做出的宣告。这几句话其实就点出了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当整个世界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就不断地试图为你贴上各种标签，你要怎么拿回定义自己的权利？这不只是一个励志故事，这会是一个关于心理韧性、关于选择、关于自我认同的深度分析。OK， 今天的分析我们会分成4个部分来走。首先，我们会先来了解一下 Lizzie 她与生俱来的特殊状况，一个连现代医学都很难去定义的身体，这是一切故事的起点。接着，我们会深入探讨，当她开始面对这个世界时，那些来自外界几乎要把人彻底压垮的沉重标签到底有多可怕。再来，也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会来拆解他人生中那个关键的内在转捩点，看看他是如何从谷底绝地反攻的。这里面其实藏着非常实用的心理学技巧。最后，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重新抛回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你呢？你是谁？这会是一场非常深刻的自我对话。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要了解 Lizzie 她的心路历程，我们就必须先理解她所面对的最根本的生理现实。这是一个连医生都很难去定义的身体。Lizzie 得的是一种极度罕见，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医学名称的综合症。到底有多罕见呢？这样说好了，全世界包含他自己在内，目前已知的案例就只有3个人。这个病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他的身体完全无法储存任何脂肪，也没办法增加体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吃不胖，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质吗？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这背后其实是极大的痛苦。无法储存脂肪，意味着他没有任何能量储备，所以他必须一天到晚不停地进食，可能多达60餐，才能勉强维持生命所需的基本能量。这不是什么天赋异病，而是一个从出生就背负着的非常沉重的枷锁。为了让大家对他的状况更有概念，我们来看这个数字：29公斤。这是他这一生当中体重最重的记录。29公斤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大概是一个国小中高年级学生的平均体重。但是对于一个成年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个极度瘦弱、极度脆弱的状态。光是这个数字，就让我们能够具体地感受到，她每天光是活着，就要面对多么巨大的生理挑战。时间拉回到她刚出生的时候，当时医生给了他父母一个非常非常绝望的预测，他们直接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们的女儿这辈子可能永远没办法说话、走路、爬行、思考或独立完成任何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满心期待一个新生命的到来，结果听到的却是这句话，那个冲击有多大吗？这可以说是他人生收到的第一个，也是最权威的一个外部标签，一个来自医学专业的标签，基本上就是直接宣判了这个孩子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重点来了，面对医生这么毁灭性的预测，他的父母是怎么回应的？很多人可能会崩溃，可能会质疑为什么是我们，或是直接陷入绝望，但他们没有。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见他，我们要带他回家，然后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爱他、养育他。各位，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关键。这是在全世界都试图定义他什么都不能做之前，他的父母先给了他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定义，那就是你是我们所爱的孩子。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可以说是他日后能够建立起强大心理韧性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好，
有了父母给的这层最温暖的保护，是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当然不是。事实上，当他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真正的挑战才正要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些来自外部的标签，它的重量到底有多么可怕。我们可以从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看到他所面对的恶意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5岁，他第一次上幼稚园，当时的他其实天真的完全不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但就在开学第一天，他被另一个小孩当成了怪物。从那天开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不断的面对各种社交上的排挤和无情的霸凌。而到了高中，网络时代来临，这个恶意更是被无限放大，达到了顶峰。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支让他彻底崩溃的病毒式影片。我们来深入看一下幼儿园第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Lizzie 自己形容，那就像是给一个5岁小孩的一记响亮的现实耳光。她当时穿着她最喜欢的宝嘉康蒂公主的衣服，背着一个比她自己还大的乌龟壳背包，超级兴奋地去上学。她走向一个小女孩，对她微笑，结果那个女孩看着她的表情，就好像看到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怪物一样。Lizzie 当下其实不懂，她心里还想说，这个人真没礼貌，我这么好玩，不跟我玩是她的损失。但一整天下来，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想跟她玩。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纯粹因为外表而被这个世界彻底的拒绝。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来看看他内心的挣扎。这张投影片呈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在左边是他父母给他的正向教导，他们就像一个最强的后盾，不断告诉他，你跟别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是你比较瘦小而已，这个便不能定义你是谁，抬起头，微笑，做你自己就好。这些话语像一个温暖的保护罩一样包围着他。但在右边是他真实的内心感受。我觉得我小小的腿，我小小的脸很丑，我讨厌每天早上醒来的那一刻，我会不断的许愿、祈祷，希望我一觉醒来就变得跟别人一样。这就是一个孩子最真实的内心冲突。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对吧？即使我们身边有爱我们的人给予支持，但外界排山倒海的负面标签依然会在我们心里留下深刻的伤痕，造成这种强烈的内在拉扯。这份痛苦在他高中的时候达到了顶点。某一天，他在网络上漫无目的的浏览时，偶然发现了一支影片。这支影片只有短短8秒，没有任何声音，画面就是他的脸。但影片的标题却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更可怕的是，这支影片有超过400万次的观看。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冲击吗？这不再是学校走廊上的窃窃私语，或是1-2个同学的恶作剧了。这是来自全世界400万次的恶意凝视，透过冰冷的一幕，匿名的、毫无保留的，直接刺向一个只有10几岁的少女心里。比影片本身更残酷的是底下成千上万的留言。这些躲在键盘后面的陌生人写下了像是拜托帮这个世界一个忙，拿枪对准你的仇自杀吧，甚至还有放火烧死他。大家注意听，他们用的词是他 it， 这是已经不是霸凌了，这是公开的、匿名的、集体的语言暴力。到了这个地步，外界的负面标签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极致。他被彻底的物化，被剥夺了身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故事实在太绝望了，对吧？一个10几岁的女孩要怎么承受这些？但这正是整个分析的核心，也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Lizzie 没有被击垮。我们接着来看第3部分，她是如何发动绝地大反攻，迎来那个改写人生的内在转捩点。在看完那些恶毒的留言之后， Lizzie 当然是崩溃大哭。但哭完之后，她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一个改变了一切的念头。她突然意识到，她的人生就像一辆车，而过去的她好像一直让那些霸凌她的人，那些匿名的网友坐在驾驶座上，让他们决定她的方向，决定她的心情。但现在，她突然想通了。等一下，这是我的人生驾驶座上的人应该是我自己才对。
他可以选择继续让别人开着车驶向充满泥泞和痛苦的坏道路，他也可以选择抢回方向盘，打亮方向灯，转向一条好的由自己决定的道路。这个夺回人生主导权的意识，就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好的，我们可以把他的心态转变整理成一个非常强大的4步骤行动框架。第一步，做出有意识的选择。他决定他要选择快乐，而不是选择继续沉浸在愤怒和抱怨里。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一个非常主动的决定，是把情绪的主控权从外界拿回自己手上。第二步，重新诠释现实。他开始刻意的去专注于他拥有的，而不是他缺少的。比如说，他会对自己说 ：“OK， 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但我另一只眼睛看得见啊。我可能常常生病，但我有一头很漂亮的头发。”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认知重构，主动去改变你看待事情的角度。第三步，坚决拒绝外部标签。他反问自己，难道真的要让那些叫他怪物、躲在荧幕后面的陌生人来定义他吗？他给自己的答案是绝对不要。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切割，把别人的恶意跟自己的价值彻底分开。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步，第4步，将负能量转化为燃料。他决定要把所有这些负面的话语当成是帮助他攀上目标的梯子，而不是绊倒他的石头。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框架的效果到底有多惊人？我们来做个强烈的对比。在左边是这个世界给他的标签：怪物、世界最丑的女人、残疾人士、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而在右边是他透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创造的全新定义：激励演说家、畅销书作者、拥有学位的大学毕业生、一位成功的专业人士。你看，他不是用一句话去反驳，而是用一个又一个扎扎实实的成就去覆盖掉、去取代掉那些旧的、恶意的标签。这就是最漂亮、最有力的反击。Lizzie 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框架，但分析到最后，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你是谁？Lizzie 在她的演讲中不断地问台下的观众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定义了你？是你的出身吗？你的家庭背景？是你念什么学校？台大毕业的？还是你身边的朋友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各种各样的标签所定义着。可能是我在台积电上班，我年薪100万，我有房有车，甚至是我的 IG 上有几万个粉丝。但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把这些外部的标签全部拿掉之后，剩下的那个真的是你吗？那 Lizzie 自己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她的答案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她的行动和她实实在在的成就。她说她想成为一个激励演说家。你猜她第一步做了什么？他不是坐在那边空想，而是直接回家打开电脑，在 Google 上面搜寻如何成为一个激励演说家，就这么简单，他就去做了。他说他想出书，几年后他交出了第3本书的手稿。他坚持要完成大学学业，他拿到了德州州立大学的传播学位。他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他靠着自己的努力真的建立起来了。你看，他的自我定义是用行动一步一步写出来的，而不是用嘴巴说出来的。这句话，我认为是整个故事最精华的一个 takeaway。我要把那些负面评论当成梯子，帮助我爬向我的目标。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彻底升华。它不是去忽略那些负评，也不是假装自己不在意，而是很聪明的把它们从绊脚石转化成了垫脚石。每一次的嘲笑都变成了他向上再爬一阶的动力。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极度强大的心理转换技巧。所以故事讲到最后，镜头最终还是要转向我们自己。Lizzie 的故事用她的人生告诉我们，定义你是谁的那个权利，最终的决定权其实一直都在你自己的手上。你可以让你的过去定义你，你可以让别人的眼光定义你，你也可以让你的某次失败定义你。但你同样可以选择让你的梦想、你的努力、你的成就、你的善良来定义你。Lizzie 做出了她的选择，那荧幕前的你呢？你决定让什么来定义你？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第一，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是建立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基础。这份无条件的爱是抵抗外界恶意的第一道防线。第二，我们分析了外部标签是如何从个人的歧视升级到社会的排挤，再到全球网络的集体暴力，以及它对个人内心造成的巨大冲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拆解了 Lazy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出击的4步骤心理框架，做出选择，重新解释，拒绝标签，以及转化负能量。这套框架不仅帮助他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在面对逆境时非常强大的思考工具。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